前往左岛的航程漫长又无聊，巴托拿起自己这2年通过跟踪草帽团、关注草帽团报道、观看《海贼王》动画片记录下来的笔记，声情并茂地向小弟们讲述了草帽团2年多的种种冒险经历，把众人感动得一塌糊涂。感动之后，接着是漫长的旅程。巴托海贼团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海上航行，全团终于撑不住了，晕船晕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只能不断地吃口香糖缓解。结果整艘船到处都是嚼过的口香糖，巴托晕得只想呕吐。手下突然报道，前方迷雾发现一个巨型黑影正在缓缓地行进移动。路飞一听就来劲儿了，会移动的山听起来就很过瘾，赶紧登岛看看。乌索普一把捂住路飞的嘴巴，收声，现在赶紧逃出迷雾再说吧，冒险什么的等脱离了险境再说，一旦撞上礁石那可就真的冒险了。罗看了一眼自己伙伴的生命卡，发现生命卡直指前方的浓雾之中。据传闻，左岛就是通过迷雾、向外海流以及逆向的海风来阻止外来者入侵的。由此推测，迷雾中的那个黑影很有可能就是左岛所在。眼见为实，弗兰奇当即下令船员收帆滑行，靠近黑影看看究竟。前进路飞前辈号靠近了黑影，众人惊恐地发现，眼前的黑影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看不到头尾的大象，背影上有影影绰绰的建筑物。注意，这不是一个大象形状的岛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巨型大象，它背着一整个城镇，正在缓慢的前行。罗冷静地说道：“这里的确就是左岛了。左岛是大象后背上那片繁荣土地的名字，因为巨象一直不停地移动，所以左岛是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梦幻之岛。没有固定位置，无法用记录指针定位，想找到这里可以说全凭运气。据说整个岛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只大象活了整整1000年。”前进路飞前辈号慢慢靠近大象的腿部，路飞一眼就看到了阔别多日的桑尼号。这下罗宾等人放心了，看来山治他们确实到达了左岛。路飞激动地呼唤伙伴们的名字，但是船上却无人应答。路飞和众人一起登上桑尼号，发现船上空无一人，山治等人大概是已经登岛了。桑尼号被拴在象腿上，大象只要移动，桑尼号就被拽出好远，产生的海浪宛如海啸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攀上这个高耸入云、看不见顶端的大象。这种事情难不到当代神笔马良勘侍郎。他拿出自己的大毛笔，在桑尼号上画了一个奇奇怪怪、像蛇又像蜥蜴的东西。念了咒语之后，长长的怪物复活了。根据勘侍郎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龙。勘侍郎命令一脸呆萌、像一条蚯蚓一样的龙拖着大家向左岛顶上攀登。而巴托将自己船上的所有粮食都运送到了桑尼号上，然后目送着路飞一行人离开。蚯蚓龙费了好大的劲儿，带着路飞一行人攀登到了大象的腿根，结果一不小心直接滑了下来。好在最后几米的距离，蚯蚓龙勉强撑住了自己的身体，不至于把大家伙都送进海里。刚刚的几十米的距离算是白爬了。路飞看着一眼望不到顶的象腿，感叹道：“这么高，山治他们到底是怎么爬上去的？该不会是骑着桃之柱上去的吧？”漫长的行程总是让人忘记一路的颠簸和紧张，不知不觉大家扯起了闲话。路飞随口问警卫们和看侍郎为什么会来到左岛。警卫们通过这么长时间来和路飞等人的相处，对他们十分信任，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此行的目的全盘道出。他们离开和之国之后的目的地就是这个左岛，一来是为了确认桃之柱是安全的，二来就是寻找他们另一个伙伴忍者雷藏。提到忍者，大家的眼睛都亮了，就连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罗也来了兴趣。大家心情非常激动，难道他们即将看到和火影忍者里面的那些忍者一样的忍者吗？可以当面看他们撇手里剑，使用各种忍术，仿佛一个世外高人一样修行，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突然，从左岛的上空掉下来一个小小的黑影，黑影近了，大家看清那只是一只小猴子，大家连忙躲开。警卫们和看侍郎躲闪不及时，被直接砸了下去。路飞本想要留下来等一等警卫们2人，可警卫们在左岛下面大吼，让路飞等人先行离开。他们随即就到。路飞一行人看着又负责又认真的蚯蚓龙，实在是不忍心让他载着众人掉头，只好向顶端赶去。经过蚯蚓龙不断的努力，众人终于到达了象背的顶端左岛。这里是伟大航路革命军总部巴尔的哥，革命军总司令龙接到了科尔拉等人传回来的德雷斯罗萨战报。龙对科尔拉等人的表现赞不绝口。此次德雷斯罗萨之行，革命军掌握了大量的叛军情报以及武器的制造来源。龙准备召集世界各地的革命军军长，给世界政府搞些事情。在岛上另一个隐蔽处藏着一个十分不友好的人——黑胡子海贼团巴基斯。他藏在船底，随着革命军的人悄悄潜入到了巴尔的哥。随即，巴基斯立刻电话联络了拉菲特，请求支援。
现在攻打这里可以获得大量的武器，快顺着我的生命卡找过来。我找到革命军总部的位置了，龙和可恨的萨博都在岛上。新世界某个岛屿，新晋七武海爱德华·威布鲁正在大开杀戒。他自称自己是前任四皇白胡子的儿子，白胡子二世，悬赏金高达4亿8千万贝利。虽然长着一张极为愚蠢的脸，不过弯弯的月亮胡子的确和老爹白胡子有几分相像。威布鲁的母亲 Miss 巴金，一个又矮又小的老太婆，自称是白胡子最爱的女人。她不断的给威布鲁洗脑，让他确认自己就是白胡子的儿子，然后给他支招，让他扫荡白胡子海贼团的残党，以占领白胡子留下来的财宝和地盘。威布鲁知道白胡子的死与黑胡子有直接的关系，嚷嚷着要杀了黑胡子给爹报仇。巴金不屑地说道：“现在已经不流行复仇了，1贝利的利益都拿不到，重要的是钱，是白胡子的遗产。”巴金从报纸上得知草帽路飞干掉了多弗朗明哥，现在名声大噪，心中起了邪念，不如拿这个草帽小子开个刀，搞点外快转转。在所有新进的七武海中，巴基应该算作目前势力最大、势头正盛的七武海了。新世界的巴厘岛上，巴基的海贼派遣公司巴基速递生意十分红火。多弗朗明哥垮台后，巴基的生意更是翻了1倍。因为多弗朗明哥失势的关系，导致世界各地战乱的地区失去了军火供应，于是他们只能求助于巴基，雇佣海贼、雇佣兵帮助他们作战。整个战斗市场，巴基速递已经独占鳌头。巴基借着七武海的名号，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合法的参与战争中大肆掠夺，干尽非法的勾当，却受着世界政府法律的保护，简直不要太嚣张。巴基洋洋得意，七武海的名号对于他们这些做非法交易的海贼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正在巴基得意忘形的时候，手下给他传来一个坏消息：公司里的台柱子、人气最高的海贼雇佣兵海尔丁以及另外4个军人海贼，居然同时申请退出了巴基速递，另起炉灶去组建海贼团了。巴基一听就慌了，军人海贼雇佣兵可是公司的招牌，他们一走，自己的生意必定要受到很大的损失。另一边，路飞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左岛，在左岛上，众人看到了城门和一个国家。来到这里，果然是有文明的存在。路飞兴奋异常，一个人冲上了围墙上的瞭望塔。左岛的景色尽收眼底，这里有森林，有城镇，有河流，还有一棵鲸鱼一样的树。路飞只顾着一路看风景，而索隆等人刚一踏入城门，就感觉到了这里有一丝的微妙感。被人撞开的城门，破破烂烂的街道，空无一人的城镇，空气中弥漫着瓦斯和火药的味道。这里在不久之前就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恶战。突然，索隆和罗同时握紧手中的刀，暗处有人正飞快袭来。一个矫健的身影突然窜了出来，袭向索隆。索隆拔刀就砍，身影灵活地躲开，然后向索隆出招。这时，从森林里冲出来一个巨大鳄鱼，鳄鱼的背上有另一个奇怪的家伙，他大声制止住了攻击索隆的身影，似乎在催促他参与另一边的战斗。从身形和声音上来判断，这2个身影都是女性，不过却无法判断是人还是动物，因为他们的长相太奇怪了。骑着鳄鱼的女子交代乌索普一行人向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赶去，他们同伴的尸体就在那里。接着和白色的女子一起骑着鳄鱼匆忙离开。一听到尸体2字，乌索普都吓瘫了。不是吧，这才几天不见，娜美等人就变成尸体了？乌索普抱头大哭，其他几个人却十分平静。大家相信有山治在，他们根本不可能轻易被团灭。这种事情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引诱他们深入的陷阱。比起那2个陌生的女性生物，索隆他们更愿意相信熟悉的人。罗掏出一张生命卡，这是红旗海贼团航海士贝波的生命卡。生命卡直指前方。据罗所说，刚刚那2个女性生物是岛上像人一样的动物种族——皮毛族。罗的同伴贝波也是皮毛族的人。罗通过生命卡确认了贝波的方向，然后带着众人向贝波方向赶过去。几人经过城镇，发现这里一片废墟，各处都有战斗过的痕迹，很明显是遭受到了袭击。一行人的建筑物上还发现了深深的抓痕和巨大的脚印，街上还有拷问的刑具。罗宾通过对一些证据的分析，大概得出一些头绪。这个国家在1-2周之内被一伙神秘的人给毁灭了。左岛的森林中，路飞独自在森林中游荡，突然遭遇了2个动物的袭击。这2个动物会说话，而且还是站立行走，看起来应该是岛上的土著居民。路飞与其中的牛头人激战正酣，贝波与红旗海贼团的成员路过，看到这一幕，跳出来阻止，结果根本没用，牛头人已经上头了，势必要干掉路飞。关键时刻，2个女性皮毛族的成员骑着大鳄鱼跳出来，阻止住了牛头人和新人的攻击。这个长着像条狗一样的女子对着森林大喊一声：“我们马上带这些人离开，请放过他们吧，侠客团！”森林中，一个人喊了一句：“撤退！”接着，无数个身影从森林的大树后面跳出去，消失在了其他地方。路飞啧啧称奇，原来自己从刚刚开始就已经被包围了，而他自己却一丁点的气息都没有感知到。这些家伙的身手不是一般的高啊！
狗狗皮毛族女子告诉路飞等人，这个国家在半个月前曾经被毁灭过，因此街上才没有人。而毁灭这个国家的罪魁祸首名为杰克。突然，岛上一阵剧烈的震动，左岛的本体大象伸出的巨大鼻子向身上喷水，岛上下起了喷火雨。从大象鼻子里喷出来的水如同洪水一般倾泻而下，瞬间将森林淹没。好在兔子皮毛族女孩加洛特出手相救，把路飞从水里捞了出来，救了路飞一命。洪水很快退去，路飞日常感叹劫后余生。狗狗皮毛族旺达告诉路飞，这是左岛的象主每日2次的淋水活动，虽然过程比较吓人，不过这却是象主带给岛上居民的恩惠。淋下来的海水会通过海上的过滤装置变成日常用水，随着海水被喷下来的还有各种鱼类，供岛上的居民日常食用。淹没街道的海水很快退去，并没给岛上带来什么损失。看来岛上的居民应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路飞随着旺达和加洛特乘坐巨大鳄鱼经过街道，看到了耸立在街道上的刑具。旺达突然悲从心起，默默地擦着眼泪。袭击这个国家的罪魁祸首杰克来自于臭名昭著的百兽海贼团。不过，据报纸所报道的，就在几天前，杰克因为袭击押送多弗朗明哥的军舰被干掉了，这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海军舰队中可是坐着海军大将和前任海军元帅，就算是四皇本人也不会贸然行动吧？真不知道杰克是真的猛还是脑子不正常。不过，就算独自一人面对海军大将和海军前任元帅，杰克依然继承了4艘军舰中的2艘，实力可见一斑。罗用空间能力瞬移过来和路飞会合，旺达将他们带到了森林深处的一个类似于山寨的地方。守门的2个皮毛族一听说是草帽团的人来了，立刻露出受宠若惊的神色，二话不说直接放行。在这里，路飞等人受到了 VIP 级别的贵宾待遇，路飞行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庆贺的声音。本来听说皮毛族是战斗民族，而且特别抵触外来人员，现在一看，好像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皮毛族还是很友善好客的，不仅不排外，而且对人类特别亲密。路飞行人走进山寨，看到了早就到达这里的娜美和乔巴。不过奇怪的是，山治和布鲁克却没有与他们在一起。伙伴们重聚，自然是一番问候。路飞脱口而出：“山治他们怎么样了？”娜美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沉着脸将路飞一把抱住，泪水夺眶而出。对不起，山治，他离开了。山治竟然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警卫们和看侍郎在与路飞等人一起攀登左岛象腿的时候，不慎跌落下去。好在2人都没有直接掉进海里，尚存一口气。也不知道看侍郎哪来的创意，又画了一只老猫，颤颤巍巍地拖着2人重新向上攀登。看侍郎画的每一种生物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老猫好不容易带着他们爬到1/3的路程，结果岛上降下火雨，大水像瀑布一样从象主的身上冲下来，直接淹了老猫，把看侍郎和警卫们重重冲回到象腿。老猫十分顽强的坚持，但奈何实在是力不从心，痛苦的如同受虐一样。警卫们和看侍郎2人一看，实在是于心不忍，商量一下，决定暂时放弃继续攀登，择日再说。左岛山寨里，路飞等人的到来受到毛皮族热烈的欢迎，岛民们拿出食物美酒招待路飞行人。索隆一看到酒就来了精神，端起大碗喝得起劲儿。毛皮族贴上来使劲的蹭他，蹭得索隆十分烦躁，大吵大骂。狗狗毛皮族旺达解释道，肌肤亲近是毛皮族示好的象征，只有对他们喜欢的人，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举动。索隆很烦，那也不能影响我喝酒。乌索普看着满桌的美食，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我素不相识，为何会这样款待我们？兔子毛皮族加洛特回答：因为你们是恩人的伙伴。乌索普想要问个究竟，结果被飞奔而来的布鲁克打断。大家看到布鲁克都十分高兴。此时布鲁克一身狼狈，衣服都被撕破了，看样子布鲁克刚刚似乎和人干了一架。布鲁克来不及和大家伙握手叙旧，面色严肃，神秘兮兮的把路飞等人叫到角落，低声说道：在这个国家，武士和之国这样的词尽量少说或者不说，否则的话会伤害到很多人，甚至招来愤怒和仇恨。大家一脸懵逼，这是咋回事？一问到关键的问题，总会有一些讨厌的人出来打断。一群狗狗毛皮族闯进房间，口水狂流不止，冲着布鲁克就是一顿乱啃乱舔。由于天性使然，这些家伙一看到骨头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尝一尝。现在山治失踪，草帽团成为毛皮族的恩人，左岛又突遭袭击，一大堆迷惑的事情摆在眼前。在所有人都静下来之后，娜美终于缓缓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山治和娜美等人原本是守在桑尼号上，结果在德雷斯罗萨的近海遭到了大妈海贼团的主船女王妈妈圣歌号的追杀。大妈船上除了在渔人岛见过的2位大妈海贼团的战斗员之外，还有一个山治等人见过的人物，罪恶时代之一火焰坦克海贼团的船长卡彭匪帮贝基。贝基与贝克穆斯蛋蛋男爵站在一起，看样子他应该已经加入到了大妈海贼团的麾下。女王妈妈圣歌号调动船上的数门大炮，对桑尼号一顿狂轰乱炸，准备将桑尼号直接炸沉之后抢走凯撒。
甚至得到了船长路飞的指令后，指挥布鲁克等人向大马海贼团发起反击。山治和乔巴配合起来，用凯撒将大马海贼团上的炮弹给弹了回去，炸伤了圣歌号。纳美则用天后棒召唤出暴雨和大雾，众人驾着桑尼号快速逃离，很快就将圣歌号甩开。巧的是，佐岛的相主刚好就在附近。山治等人航行一段时间后，第二天就到达了佐岛。刚一登陆佐岛，他们就看到了一片废墟，以及被杰克一伙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毛皮族。那没讲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候，有人来报，佐岛的国王犬兰公爵醒了，点名要见恩人草帽一伙。大家只好暂时终止话题，与旺达一起向犬兰公爵疗养院走去。佐岛国有2个国王，分别是白昼之王犬兰公爵、黑夜之王猫腹蛇掌柜。这个国家有2个国王轮班守护着。佐岛的中心城市克劳乌都原本是一个平静安详的城镇，人们自在又安逸地过着每一天。直到17天之前，佐岛莫克莫公国的来访者之中突然响起，这是一个本不应该响起的敌袭之中。国外的城门被人用暴力砸开，一群凶暴的海贼入侵了莫克莫公国。来袭者正是百兽海贼团，带头的人是3灾之一动物系古代种猛犸象恶魔果实能力者旱灾杰克。猛犸象状态下的杰克后面是一大群凶残的百兽海贼团海贼，海贼们闯入莫克莫公国，二话不说直接开砸。杰克宛如泰山一般俯视着四下逃窜无助可怜的皮毛族国民。这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叫做雷藏的和之国武士，马上把这个人给老子交出来。毛皮族的国民懵了，因为他们的国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叫雷藏的人。有人鼓起勇气反抗道：不许你入侵到这里，快滚出去！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站在你们眼前的这位可是4皇凯多大人的心腹，大看板猛犸象号的船长，3灾之一旱灾杰克大人。杰克大人经过的土地就会像遭遇旱魃一样枯竭而亡。你们要么交出雷藏，要么就和我们干一架，打到你们灭国为止。这时候，一个猴子长老站出来，语气平和，表示并不想发生战争，但佐岛确实没有武士。如果不相信，可以挨家挨户的搜查。杰克怒了，一鼻子甩过去，砸烂了这边的房屋。狠锤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无论是老人、小孩、妇女，杰克都不留情，下手十分残忍。杰克以王者的姿态看着人群，冷漠又霸道地说道：“我们是来和你们商量的吗？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把雷藏带到我的面前。”毛皮族依然表示并不知道雷藏这个人。杰克暴怒，下令开战。手下的海贼逾越者团操起武器，冲向手无寸铁的平民。逾越者是百兽海贼团中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却没有得到能力的失败品，他们只会发笑，战斗力几乎和街边流氓差不多。他们本以为这些平民百姓很好欺负，结果让他们大感意外的是，这些看起来友善弱小的毛皮族国民个个身手高强，就连小孩子都会格斗技巧，而且他们的特殊攻击技能里还带有电气属性的特效，打出去的招式可以直接电击对手，几个回合就将逾越者们纷纷打倒。猴子长老带着得意的口气缓缓说道：“这个国家可没有废物，我们毛皮族天生就是战士，就连婴儿也有防身技能。”猴子长老巴拉拉说了一堆话，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干架我们也不怕你们，要么我们一起坐下来喝茶聊聊天，要么我们把你暴力赶出去。杰克本来就是个好干架的家伙，一听这会儿毛皮族这么嚣张，那就干起来吧。他派出第2小队给付者团迎战，给付者是更高级的小兵，是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后得到能力的群体，不过身体或多或少有些畸形，看着每个人都怪怪的。毛皮族看到杰克蛮横霸道，丝毫不肯让步，被逼无奈只好反击自卫。双方的大战开始，原本平静的国家瞬间变成战场。没有人知道杰克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岛上，没有人知道杰克为什么要找雷藏。但总之可以肯定，被这种狠角色找上门，这个叫雷藏的家伙估计也不是省油的灯。时间回到现在，旺达带着路飞一行人向国王犬兰公爵的疗养院走去。布鲁克小声说道：“这下知道为什么武士和和之国这样的词在这里是禁词了吧？一旦提起来的话，恐怕会激起民愤，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大家听完，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只有神经大条的路飞丝毫没有听进去布鲁克的话，脱口而出，大声嚷嚷：“姐妹们，他们说的忍者居然不在这里，太让人失望了。”耳朵十分敏锐的旺达立刻做出反应，他从路飞说的众多词语中快速提取出了关键词“忍者”。伙伴们都吓尿了，冲过去对路飞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准备杀人封口。草帽团不会成长为一个大海贼团，船要狠起来，连船长都打。旺达追问草帽团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提到和之国忍者。路飞挣扎着还想说明一下，那么一拳头直接将路飞的牙打了回去。是患者，路飞他说的是患者，他想问患者的情况怎么样了。旺达听后很高兴，加快脚步，带着路飞行人来到疗养院。在疗养院的门外，他们见到了性格怪异、一腔热血，无论做什么都会全力以赴的狮子毛皮族西西里安。他这辈子最讨厌各种各样天真的词语，一听到爱、温柔之类的词就要发飙打人，属下们都被他修理得很惨。这个狮子毛皮族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硬汉。旺达向西西里安介绍了路飞等人，西西里安冲上去就是一个磕头礼，恩人在上，受在下一拜。然而用很凶的口气说道：“哪个是船长？”路飞老实的回答：“我就是。”
铁血硬汉西西里安猛冲上去，贴着路飞的脸就是一顿猛蹭，差一点给路飞的脸上擦出火花来。旺达带着路飞等人进到疗养院内，终于见到了佐岛国的国王白昼之王犬蓝公爵。这是一只超级大的狗子。据旺达所说，他与黑夜之王猫腹蛇老大都是国内最顶级战士。犬蓝公爵十分沮丧，强大的战士那可不是形容败者的词啊！正说这话，犬蓝公爵突然一眼瞄准了站在一旁的布鲁克，看得国王口水直流。旺达赶忙上前阻拦：“国王，你要三思啊，这可是恩人哦！”犬蓝公爵擦了擦口水，感慨地说道：“犬蓝公爵对路飞个人表达了感谢，不仅仅是因为路飞的传译乔巴等人解救了国家，而且还有另一个致谢的原因。路飞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鬼使神差的帮了这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忙，将国家救于水火之中，所以犬蓝公爵对他十分感激。至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我们慢慢道来。”犬蓝公爵曾经与猫腹蛇掌柜一起出过海，见识过很多优秀的海贼，其中有一位就是现任四皇之一的红发香克斯。犬蓝公爵对香克斯印象深刻，因此一眼就认出了路飞头上的草帽。路飞很高兴，追着犬蓝公爵追问香克斯的事情。话题刚要开始严肃起来，没想到犬蓝公爵直接倒头就睡，谁叫都不好使，鼾声如雷，不理会任何人。佐岛国莫克莫公国有2位国王轮班治理，一个是白昼之王犬蓝公爵，一个是黑夜之王猫腹蛇掌柜。据说两人以前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结果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几乎两人只要一见面，免不了一场厮杀。两人现在同为国王，势均力敌，为了不碰面，于是各自分割了各自的作息时间，轮流治理国家。现在是下午6点，属于白昼之王犬蓝公爵的时间结束了，犬蓝公爵只能休息。黑夜之王猫腹蛇老大要来了。不止犬蓝公爵休息了，据点的毛皮族也瞬间睡着。镇上的毛皮族都是白天活动，而森林里的毛皮族则是夜行动物。两个国王和国民们一直是以这样的风俗习惯生活的，就连之前的战斗也是这样。杰克与毛皮族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带着手下在镇上大肆破坏。杰克手下的给付者们不仅拥有格斗技，各自还都有不同的恶魔果实，攻击属性加成，很快将毛皮族打退。镇上的居民无计可施，以旺达和加洛特为代表的毛皮族战斗兵团火枪队赶来对抗海贼们。接着，西西里安为首的犬蓝三枪手也加入战斗之中。有了这2队高手，杰克手下的给付者们显得不堪一击，很快被打散。杰克一见这帮人实在是太废，还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吧。杰克甩起大长鼻子，西西里安冲过来，杰克一鼻子将他击飞。这时从烟雾中慢慢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家定眼一看，居然是国王犬蓝公爵。汉在杰克率领百兽海贼团的海贼们对佐岛莫克莫公国展开强攻，毛皮族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国王犬蓝公爵终于登场，以十分强硬的口吻命令杰克立刻停止破坏和暴力行为。西普斯站出来狂傲地说道：“想要停止战争，就交出战士雷藏。”毛皮族依然坚持这个国家中没有雷藏这个人。杰克的耐心已经到达极限，当即下令杀掉莫克莫公国所有人，毁掉整个国家。手下们应和一声，操起武器大开杀戒。犬蓝公爵大喊一声住手，接着他从坐骑鳄鱼身上翻身跳下来，丢掉手中的剑，表示毛皮族上下不会抵抗，如果想要寻找武士，就在岛上随便搜查好了，只要停止破坏行为。杰克冷酷地说道：“我拒绝。”接着一鼻子甩向犬蓝公爵，轰隆一声巨响，卷起一阵沙尘。杰克这一鼻子可以轻易地击毁一座房子，大家以为犬蓝公爵肯定完蛋了，但是犬蓝公爵毛事没有，仅用一只手就将杰克的象鼻子挡了下来。犬蓝公爵依然不希望发动战争，带着恳求的语气告诉杰克，国家里确实没有武士。但杰克完全一副蛮横霸道的样子，明确地告诉犬蓝公爵，如果交出武士，他就停止攻击；如果没有武士，那就是罪，完全不讲任何道理。犬蓝公爵被逼无奈，只好捡起地上的剑，再次躲开杰克的攻击，然后下令所有毛皮族全力抵抗，击退敌人，停止战争。毛皮族和百兽海贼团的战争开始了，战况惨烈，死伤不断。犬蓝公爵手持宝剑与杰克打在一起，犬蓝公爵将电气传导在宝剑上攻击杰克，但猛犸象状态的杰克身上好像披了一层铠甲一样，根本无畏犬蓝公爵的攻击。双方打得正是激烈的时候，象主的鼻子向岛上喷水，降下了喷火雨，大雨瞬间淹了城镇。由于百兽海贼团这边能力者居多，有了喷火雨的助攻，战况暂时偏向了毛皮族。但是等到喷火雨结束后，形势又逆转回来，百兽海贼团立刻重振旗鼓，杀得毛皮族片甲不留。傍晚6点钟，一声野兽的嚎叫划破了所有的天空。莫克莫公国另一个国王猫腹蛇老大苏醒了，犬蓝公爵立刻下令火炮手们随着自己撤退，正好由猫腹蛇老大率领夜间部队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车轮战，自己一会儿好好休息。这样昼夜轮替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将敌人拖垮。犬蓝公爵放下狠话：“杰克，别以为只有你蛮不讲理，
一阵烟尘之后，全蓝公爵带着火枪队消失了。夜空中以极快的速度窜出一大群黑影，巨型猫妖。猫辐射掌柜带着他的侠客团赶到，废话不多说，直接奔着杰克奔去。杰克扬起粗大的鼻子，想将猫辐射掌柜拍倒在地。猫辐射掌柜身形敏捷，冲过去抓住杰克的鼻子，一招过肩摔，将巨型身躯的杰克狠狠砸在地上。猫辐射掌柜厉声说道：“你们是来找武士的吧？我是绝对不会让武士踏入这个国家一步的。如果武士来了，我第一个将他咬死。”杰克瞪圆了眼睛，接着变身成人形状态。这是一个身上扛着象牙的巨型壮汉，悬赏金10亿贝利。新世界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居然还有这么多战士，看来要好好干一架了。杰克感叹一声，然后拿下肩上的2颗象牙，推掉包裹象牙的外皮，露出2把镰刀。猫辐射掌柜操起一把长枪，冲上去和杰克对砍。杰克反高攻强，十分抗揍。猫辐射掌柜身手灵活，虽然给了杰克几招，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对杰克来说，就像挠痒痒一样。猫辐射掌柜和犬蓝公爵以车轮战的方式和杰克没日没夜的大战了5天5夜。本以为拖着也能将杰克拖垮，没想到杰克强悍的有点变态，一个人打2个毛坯族，顶尖战斗力，没日没夜的对砍，居然啥事都没有，丝毫没有疲惫，体力实在惊人。另一方面，百兽海盗团的援军源源不断的从海上涌过来，侵入左岛，根本打不完。双方就这样焦灼着，战争持续到第5天，杰克的耐心被耗尽了，于是搬出了绝杀武器毒气瓦斯。不用想，这种毒气瓦斯正是来自凯撒。多方的民哥做着地下武器走私交易，其中就有凯撒制造的化学武器。凯撒的化学武器用过的都说好，凯多知道后也入手了这种毒气瓦斯，这次被杰克用在了左岛上。杀戮武器毒气瓦斯爆炸后，迅速在岛上扩散，人们避无可避，几乎就在一瞬间，就将大半个岛的毛坯族都毒倒在地。毒气瓦斯吞噬了整片城镇和半片森林，毛坯族的行动完全被封锁住了。除了在据点深处避难的人们以外，毛坯族几乎全军覆没。杰克率领手下对失去战斗能力的毛坯族进行凶残的虐杀和酷刑拷问，只要毛坯族国民说没有武士，就会被海贼们拿刀直接捅死。国内到处响起悲鸣声和惨叫声。杰克命令手下将猫辐射掌柜和犬蓝公爵以及侠客团、火枪队的那些强者们绑在柱子上严刑拷打，酷刑持续了整整1天。杰克砍了猫辐射掌柜的1条胳膊，砍了犬蓝公爵的1条腿。直到第6天的时候，杰克大概是厌倦了同样的答案，对左岛的破坏也够了，于是留下一部分属下后，带着其他人撤离左岛。旺达讲到这里，双眼泛着泪光。这时，已睡着的犬蓝公爵突然醒了过来，说道：“其实杰克不是偶然离开的，毛坯族是被人救了。”在杰克离开后的第2天，报纸上刊登了杰克死亡的新闻。杰克从左岛离开，正好是路飞一伙人打败多弗朗明哥那天。杰克是为了救出被海军押送的多弗朗明哥，所以才被迫无奈停止了对左岛的破坏，离开左岛去拦截海军舰队。结果率领的海贼团被海军大将藤虎和前任海军元帅战国合力团灭，杰克自己也下落不明，被报的成了死亡。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杰克是因为路飞等人的原因离开了左岛，路飞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杰克离开后的第2天，山治一行人乘到桑尼号到达左岛，来到被杰克撞开的城门前，山治等人感觉到国家里蔓延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其他味道。山治安排布鲁克和娜美逃之住原地等待，自己和乔巴凯撒进城去看看情况。娜美等人老老实实的等在城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一个年轻的毛坯族女孩从丛林中跑出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巨大的长腿鳄鱼，鳄鱼上坐着百兽海贼团杰克船上的给付者团的西普斯和一个女性给付者。大概是出于某种正义感，娜美救下毛坯族女孩，布鲁克则拔刀上前，用黄泉剑冻结路面。西普斯乘坐的鳄鱼脚下一滑，带着他们2人直接飞了出去。毛坯族女孩趁机逃走，娜美等人立刻追了过来。另一边，山治和乔巴凯撒来到城镇中，正好看到了一片废墟的莫格莫公国城镇，以及被虐杀的毛坯族，空气中还弥漫着毒气瓦斯。山治看着满地的尸体，打算和乔巴暂时退出城镇，等毒气瓦斯散去再说。这时，一具尸体说话了，一个美洲豹毛坯族祈求山治和乔巴救救他们，救救猫辐射老大和犬蓝公爵。山治和乔巴这才知道，倒在地上的这些人还活着。为了防止自己也中招，山治和乔巴暂时退出城镇，想办法驱散国家内的蔓延的毒气。一边的凯撒忍不住炫耀：“这毒气是我制造的新型杀戮兵器，威力真是惊人啊！”还没等凯撒炫耀完，山治和乔巴一人一脚将凯撒踢倒在地。这家伙果然是个人渣，居然制造这种大规模的生化武器。这种名为 KORO 的生化武器，还有麻痹神经的毒素，从吸入到丧命只需48个小时。从目前城镇中蔓延的毒气的稀薄程度来看，已经过去1天了，所以这些毛坯族已经没什么活头了。乔巴要求凯撒立刻想办法驱散毒气，并且制造出解毒剂。凯撒告诉乔巴，别看这些家伙这样，他们可不是什么善茬。毛坯族以厌恶人类和强大的战斗力而闻名，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否则的话，等他们获救了，可能自己一会儿直接就被咬死了。甚至掏出凯撒的心脏，以捏爆凯撒的心脏作为威胁，让凯撒立刻想办法解决岛民。
突然，大地一阵颤动，像主的喷火雨开始了。山治和乔巴、凯撒被洪水冲进丛林，丛林深处传来娜美的尖叫。山治留下乔巴看守凯撒，自己飞向空中，冲进丛林里，看到了和百兽海贼团的希普斯战斗的布鲁克以及娜美。山治冲上去一招恶魔风脚打退希普斯，将娜美以及躲在暗处的毛皮族女孩一起救下来。乔巴带着凯撒回到城镇，凯撒利用自己的能力中和掉了岛上的瓦斯，晕倒了的毛皮族们逐渐苏醒过来。乔巴确认城镇内没有毒气后，呼唤山治等人，大家聚在一起，这才完全看清了城镇的惨状。国家几乎都被毁灭了，到处都是伤员和尸体，城镇被毁成了一片废墟。在一片尸体和伤员之中，突然跳出来一个狗狗女性毛皮族，拔剑冲向娜美。好在娜美反应及时，用天护棒挡下了狗狗毛皮族的攻击。这个人就是旺达，他以为山治几人与杰克是一伙人，都是为了武士而来，因此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进行攻击。娜美将中毒的旺达控制住，旺达随后掏出一支炸弹，准备和娜美同归于尽。他哭着喊道：“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跟我们究竟有什么仇怨？杀了我们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娜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在丛林中，那只被山治救下来的毛皮族女孩跑了过来，制住了旺达。美洲狮毛皮族一把抓灭了旺达手中的炸弹，告诉旺达他们和杰克不是一伙的，放心。旺达这才消除了敌意。乔巴捧着一堆医疗器械跑过来，催促众人争分夺秒的研制解药，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岛上居民的生命。旺达感动的热泪盈眶，大家都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会有陌生人愿意站出来出手相助。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乔巴带着大家与时间战斗，分秒必争，全力研制解药。旺达和能行动的毛皮族赶去森林，找来了那些避难的和没有中毒的毛皮族医护人员，大家齐心协力地将伤患者集中起来。乔巴与凯撒一起做好了解毒剂，然后将解毒剂分发下去，给所有中毒的毛皮族注射。毛皮族身上的毒素解除了，甚至又做好了美食，帮助大家补充体力。布鲁克奏起音乐来，治愈人们心中创伤。毛皮族很快重振精神，虽然萍水相逢，却未曾置之不顾，反而竭尽全力的出手相救。因此，毛皮族对草帽一伙十分感激。悲壮的故事讲完了，乔巴要去给另一个国王猫夫人掌柜检查身体，旺达提出来做司机，开着鳄鱼带草帽团去往森林里见猫老大。旺达的职务在毛皮族里比较特殊，担任王之鸟一职，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分昼夜来往于两位国王之间的职务。除了旺达，加洛特也担任这一职务。路飞等人对猫夫人掌柜很有兴趣，欣然随着旺达前往鲸鱼森林。众人前往鲸鱼森林的路上，路飞问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山治与凯撒的去向。布鲁克波动吉他琴弦，缓缓道出了事情的经过。这件事要从2天前说起，并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山治他也许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路飞一听就火了，山治在信中不是说过他会回来的吗？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山治一行人在德雷斯罗萨甩掉了女王妈妈圣歌号，开到左岛。2天前，贝克穆斯等人驾驶着女王妈妈圣歌号也赶到了左岛。大妈团的贝克穆斯就是左岛的毛皮族，在德雷斯罗萨听到山治他们的目的地是左岛之后，非常轻松的就找了过来。一进国门，贝克穆斯就被眼前的一片狼藉惊呆了，惊慌失措，四处奔走呼唤岛民。随贝克穆斯一起到达左岛的还有贝基，他点燃一支雪茄，躲在一边看热闹。毛皮族一直有一个传说，与一帮人交换衣穿是友情的象征。旺达与娜美交换了衣服，这就造成了乌索普等人到达左岛时的误会。他们看到旺达穿的娜美的衣服，以为娜美在这里遇害了。不仅如此，旺达还将国宝首饰赠送给了娜美，让娜美心花怒放。城门外，贝克穆斯与贝基寻了过来。贝克穆斯与门前的守卫是熟人，可以随意入境。一看到城镇的惨状，贝克穆斯就恨得直咬牙。与自己有过节的只有草帽一伙，一定是他们为了报复自己，袭击了自己的家乡。守卫毛皮族安抚了盛怒下的贝克穆斯，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草帽一伙不仅不是凶手，反而是毛皮族恩人。贝克穆斯听后大声痛哭，国民听闻贝克穆斯归来，纷纷出来迎接。山治一伙看到贝克穆斯，心里慌的一批。大妈海贼团的目标就是凯撒，而在渔人岛的时候，路飞还冲动地向大妈宣战。在这里碰到贝克穆斯可不是什么好事。凯撒当初承接过大妈委托的研究项目，但是项目失败了，自己还扯谎骗过大妈一笔研究经费。一开始凯撒仗着有凯多做后台罩着自己，得意忘形。多放了民歌岛台后，大妈海贼团对凯撒的追杀开始了。凯撒心里慌得要死，唯恐山治等人心情一个不美丽，把他交给贝克穆斯手里。琢磨半天，凯撒想出了一个损招，与山治联手，利用毒气瓦斯把贝克穆斯和贝基一起暗杀掉。山治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么白痴的建议，他带上布鲁克，把贝克穆斯和贝基交到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区，打算和贝克穆斯二人干一架，在不会波及到毛皮族国民的地方做个了断。让山治意外的是，本以为会杀气满满的贝克穆斯突然哭着下跪，感谢山治等人对故乡出手相助。为了报答山治，贝克穆斯说出了他们此行的一项机密任务。大妈下达指令，说带回凯撒还有另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很可能会导致草帽一伙全军覆没。贝克穆斯决定将这个任务压下来，放走山治等人，只把凯撒带回去交差。对大妈就说草帽一伙逃走了，没抓到，糊弄过去就可以了。
贝克姆斯身后的贝基提醒他不要把私人感情带到任务里。贝克姆斯根本没把贝基放在眼里，一意孤行。但让贝克姆斯没想到的是，黑帮老大出身的贝基胆大心狠，性情凶残。他直接在贝克姆斯身后对他偷袭，趁贝克姆斯不注意，疯狂射击将他干掉。罪恶时代超新星之一卡彭诽谤贝基，悬赏金3亿。超人系坚贞果实能力者，目前效力于四皇大妈海贼团。卡彭在做海贼之前是干黑帮领域的，凶暴好斗，就算是合作伙伴也不放过。他残忍地干掉了贝克姆斯，然后肚子上打开一个城门一样的东西，从身体里冲出一大帮黑帮打手。贝基的坚贞果实能力能够在身体里形成一个独立空间，将自己的部下和无数的武器弹药藏在身体里。看上去贝基是一个人，其实他自己就是一整支军队。贝基的手下从贝基身体里飞奔出来，变成正常人大小后，将山治和布鲁克团团包围。比打架，贝基可能不行；比摇人，贝基可是王者。不过贝基的这点小喽啰兵根本对付不了山治和布鲁克，二人准备出招反击。贝基嘿嘿一笑：“且慢，我早料到这些人挡不住你们，但是我还有后手。”贝基叫出自己的手下维特。大舌头维特抓着娜美和乔巴从丛林中走出来，以二人的生命做威胁，尽管山治和布鲁克不可轻举妄动。坐在树上坐山观虎斗的凯撒也没能幸免，被维特发现报告给了贝基。贝基立刻命令手下把枪齐刷刷的瞄准树顶。凯撒，你要是不滚下来，我就用海螺石子弹给你打成蜂窝煤。凯撒吓得大声尖叫，手忙脚乱从树上跌了下来，被贝基的手下一起控制住。贝基知道，如果现在引起骚乱，惊动毛皮族的话，毛皮族是一定会救下山治等人的。为了防止毛皮族过来捣乱，贝基将山治等人请进自己的城堡中。贝基的身体里好像一个古代的宫殿城堡，华丽又大气。山治与贝基坐在长桌的两端对峙，贝基看上去没有什么敌意，似乎并不想与山治等人开战。他掏出一张请帖递给山治，这也是四皇大妈茶话会的请帖，请山治务必要参加。山治看也没看一眼，鄙视地说：“大妈的茶话会跟我有个毛线关系？我为什么要参加？”贝基翻开请帖，上面赫然写着山治的名字。贝基告诉山治：“你当然要参加大妈的茶话会了，因为这次茶话会的主题是婚礼，新郎官就是你啊，文斯莫克家族的三皇子文斯莫克山治，而新娘则是夏洛特家族的第35个女儿布林。”凯撒惊恐地说道：“夏洛特可是大妈的姓氏啊！”娜美三人惊得尖叫出来。山治姓文斯莫克，山治是皇子，山治要结婚了。山治的结婚对象是大妈的女儿。短短几分钟，这爆炸性的新闻也太多了吧！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为哪件事抓狂了。乔巴惊声道：“山治要成为四皇的家人了。”凯撒严肃地解释道：“如果山治和大妈的女儿结婚，那么草帽团实质上就归入了大妈海贼团旗下。”山治将请帖折起来甩回给贝基，一脸不爽和厌恶：“别扯了，老子是不会参加这种茶话会的，也不会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结婚。草帽团也绝对不会加入到大妈海贼团的麾下。船长路飞不是那种屈居人下的人，路飞可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山治提出来将凯撒交给贝基，反正自己一伙人是绝对不会跟他走的。贝基呵呵一笑：“你好像误会什么了，我可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请帖拿出来只不过是通知你一下而已，不需要询问你的意见。现在你们可是在我的身体里，你们都是我的尖下球。”虽然城堡内的山治等人没有感觉，但是贝基的身体已经在移动了。城堡空间内的所有一切物品都在贝基的支配下，贝基可以让城堡突然出现武器，或者将他们永远的囚禁起来，不论他们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这个城堡空间。而且就算贝基不动粗，山治也绝对逃不过大妈的茶话会，这可是新世界的常识。四皇大妈最讨厌苦的点心和有人缺席茶话会，如果有人因为无知而拒绝了大妈的茶话会，日后必定会后悔的痛哭流泪。大妈茶话会的请帖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的召集命令，人人都说大妈的茶话会就算是地狱的魔鬼也会赏脸参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的，不参加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贝基的手下维特俯下身子贴着山治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至于说了什么就先留一个悬念。维特说完，山治大受打击，脸色由愤怒逐渐变成纠结，默默地点燃一支烟，面色严峻地问贝基：“你们是怎么查到这些事情的？”贝基高傲地说道：“这还用问？你以为大妈是什么人？她可是堂堂四皇之一，统治着中的岛屿，势力大的超乎你们的想象，只手遮天，为所欲为。她想杀谁，谁就不可能活下去。我可不是在吓唬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赌上性命的。想要不屈居人下，活下去，那就先学会别反抗。”山治静静地思考良久，然后下定决心一般，向贝基要了纸和笔，写下一段话后，转身将纸条塞在娜美身上，交代娜美转交给路飞。文斯莫克这个姓氏是山治一辈子无法抹去的伤害，这次山治决定前去做个了断。山治通过见闻色霸气感知到了，在贝基城堡的外面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估计应该是毛皮族的高手。趁着贝基不注意，山治抓起娜美三人，将他们丢出城堡。贝基怒吼一声：“黑族！”凯撒用更大的声音喊道：“那我呢？”贝基手下的黑帮打手们打算冲入城堡追杀娜美三人。山治冲过去，接连放了几个打手，夺过一把来福枪，用枪对准了凯撒的脑袋。山治通过察言观色以及自己的头脑风暴分析，意识到他和凯撒都必须活命。凯撒是对大妈来说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和医师，而山治自己更不会受到伤害。他的通缉令上写了只许活捉，所以他推测贝基的手下也绝对不敢对自己怎么样。他背后的势力一定非常大，大到贝基的人不敢惹。贝基一声令下，命令手下原地待命。现在外面有个非常棘手的人，出去的话肯定就完蛋了。城堡外面，猫辐射掌柜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贝基。这个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贝克穆斯倒在地上，估计和这小子有关系，干脆一口咬了他算了。贝基头上直冒虚汗，灵机一动，笑着说道：“我和贝克穆斯可是一个海贼团上的人，我怎么可能伤害他呢？”被山治丢出去的娜美三人忙告诉猫辐射老大，这是个骗局，这个家伙是坏人。娜美三人冲到贝基前面，冲着贝基的胸口呼喊山治。山治回头一笑，告诉大家自己一定会回来的。贝基胸口的城堡大门关闭，贝基跳出去，双脚变成履带车，以极快的速度溜走。山治塞给娜美的纸条飞了出去，上面写着：“伙伴们，我去见女人了，保证回来。”在往常，草帽团因为各种原因分开行动的情况也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山治说保证回来，却让娜美他们有一种再也见不到山治的感觉，倍松新奇。毛皮族很快赶到，替娜美三人解开了手铐。时间回到现在，路飞听到布鲁克的讲述后，倒是十分乐观。真正说去见女人，其实是去结婚了吧？他会不会把老婆一起带回来？那时候就又多了一个伙伴了。娜美轻叹一口气，这家伙的脑回路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啊。布鲁克耐心地和路飞解释，结婚对象可是四皇的女儿，如果山治真的结婚了，那就是草帽团加入大妈麾下。路飞一拳砸在鳄鱼头上，怒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山治肯定也绝对不同意草帽团加入大妈海贼团。但是大妈命令举办的婚礼又不能拒绝，所以山治留下那封纸条后，独自一人选择留下来。他很可能已经抱着不再回来的心态了。”路飞一听更不愿意了，让山治脱离草帽团，那也绝对不可能。娜美非常自责，如果在路飞等人登岛之前拦住山治就好了。罗宾认真的回应：“是山治自己要走的，你们拦也拦不住。这件事怨不得任何人。”索隆不屑地说道：“那个卷眉混蛋就这么走了，的确不太合适，起码还得说一句承蒙关照吧。现在是和凯多对战的最关键时刻，卷眉混蛋居然被儿女情长限制自由，真是太没出息了。”路飞沉默半天，当即决定直接去问山治就可以了，何必在这里纠结呢？乌索普尖叫道：“你想去大妈的地盘找山治？别忘了，你可是刚刚才挑衅过人家。”没有任何战术策略和战斗力的支持，盲目的冲击四皇大妈的地盘，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说不定还会全军覆没。对方可是四皇啊！到什么时候这一点不能忘记？路飞顿了几秒钟，自信地说：“那就潜进去呗。”乔巴冷静地思考一下，要潜入大妈的地盘也不是没有办法。贝基虽然把山治带走了，但是他丢下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毛皮族贝克穆斯。娜美三人一商量，这办法可行。如果把贝克穆斯救过来，他苏醒之后一定会提供大量信息，有他帮助潜入大妈的地盘不是难事儿。突然，丛林中窜出许多黑影，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大群大黄蜂一样的东西从四周包围过来。这是一种名为空中飞行者的吸血昆虫，就连象主的血都吸食的残暴虫子。像路飞等人这种没有皮毛的种族，身上的血会瞬间被吸干的。在这个国家里，只要发现这种虫子，就需要立刻驱除，是害虫中的害虫。吸血虫已经包围上来，路飞和索隆直接挽起袖子开始除虫行动，其他人也纷纷加入除虫行动。弗兰奇用自己胸前的照明灯吸引虫子们的注意力，其他人趁机对虫子展开歼灭行动。在大家互相配合之下，包围过来的吸血虫很快被团灭。路飞等人继续赶去见猫辐射老大。提起猫辐射老大，路飞等人比较紧张，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布鲁克悠闲地弹起曲调，他对猫辐射老大的性格非常喜欢，特意给猫辐射老大做了一首歌。欢快的曲调配上带有诗意的歌词，把猫辐射老大描述成了一个颇有田园风味、看尽人间沧桑、坐等夕阳西下的这样一个恬静又远离凡尘的人物。原来猫辐射老大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布鲁克说道，并不是，这只是印象歌。长腿鳄鱼载着路飞等人很快走进了丛林最深处，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村寨，这里是侠客团的居住之地——鲸鱼森林。与杰克等人的破坏，这个藏在丛林深处的地方也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很多地方无法住人，破坏的十分严重。在鲸鱼森林里有个巨大的鲸鱼形状的大树，近看更加壮观，真的就和鲸鱼一样。这里的毛皮族看到路飞等人到来，立刻围了过来，热烈欢迎。路飞顾不及和他们一一问候，私下寻找猫辐射掌柜。这时，一个声音从树上传下来，一个男子高声说道：“再次向草帽一伙表示感谢。”路飞转过头，看到一个美洲狮毛皮族的男子从树上跳了下来，自称佩德罗。路飞想见猫辐射掌柜和贝克穆斯，佩罗德贴上去告诉路飞，贝克穆斯已经醒了。
不过这件事对其他人要保密，山治是个好人，如果能在寻回他的这件事上帮上忙就好了。乔巴担心猫夫社掌柜的身体健康，决定先去看望猫夫社掌柜。一个长腿甜美的毛皮族妹子凑过来，表示可以给乔巴带路。乔巴一看这个长腿的毛皮族，当场就沦陷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身体瞬间僵住。原来一直天真无邪的乔巴也有心动的时候。长腿毛皮族妹子随后说道：“这个时间，猫夫社老大应该正在泡澡。”泡澡！乔巴一听，立刻清醒过来了，以10万火急的速度赶到了猫夫社老大的住处。看到他不仅洗澡，还在大吃特吃各种食物，快活的简直要飞起。乔巴当场就暴怒了，冲过去对着猫夫社老大一顿训斥。但是猫夫社老大毫不在意，哈哈大笑：“我是个追求自由的男人，医生的嘱托嘛，我也当做耳旁风了。”猫夫社看到乌索普等人冲过来抱住他们，就是一顿蹭。有囚禁过，猫夫社老大就会像个小猫咪一样扑过去，自己和自己玩耍。乔巴在一边气得要打人，有伤口就不能乱动啊，否则伤口会崩裂的。猫夫社老大突然发出一声惨叫，伤口崩开了。乔巴将猫夫社老大强行摁在床上，准备给他打针了。猫夫社老大看了一眼乔巴手里的针头，犹豫了一下，让罗宾用动猫草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嘱咐乔巴趁自己玩的开心，一针头刺过去。没想到个头这么大的猫妖居然害怕打针。另一边，路飞和娜美、佩德罗一起来看望贝克穆斯。贝克穆斯已经苏醒过来，身体也没有大碍。精神抖擞的大骂贝基那个搞背后偷袭的混蛋。路飞想知道山治的婚礼是谁定下来的。贝克穆斯用低吼的声音向路飞解释道：“能定下这桩婚事的人，当然是文斯莫克家族的老大和大妈了。山治的爸爸。”娜美惊讶地说道：“山治的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贝克穆斯认真地说道：“山治的爸爸在地下世界可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们听过杰尔玛66这个名字吗？又名战争屋。杰尔玛66。”所有听过杰尔玛66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只在漫画里出现的虚拟组织的名字吧？贝克穆斯解释道：“这就是你们孤陋寡闻了。杰尔玛66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组织的最高点就是文斯莫克家族。这个组织的老大当然就是黑族山治的父亲。对于山治将要结婚这件事，路飞倒是不在乎，他只在乎山治还会不会回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率领草帽团加入大妈海贼团的麾下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大妈海贼团加入草帽团麾下还差不多。”贝克穆斯差一点气得昏过去，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太狂妄了，完全没搞懂现状啊！区区一个罪恶时代的超新星，居然想直接吞并四皇大妈，给你狂的，让大妈给你头打歪了。不过现在路飞说的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山治是绝对逃不掉这桩婚事的，因为大妈的茶话会邀请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如果有人胆敢拒绝了大妈的茶话会邀请，那么日后他就会收到一份来自大妈海贼团的礼物。礼物里面是与这个人关系亲近的某个人的脑袋。山治还算比较识时务，如果他敢拒绝这次的婚礼，那么日后山治很有可能就会收到草帽团某个人的脑袋，或者是东海巴拉蒂餐厅某个人的脑袋，再或者是人妖王国谁的脑袋也说不定。这就是力量，有绝对的力量就会拥有绝对的权利，就可以在这片大海上为所欲为。四皇就是这样的存在。贝克穆斯话锋一转，告诉路飞，有一件事情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就算山治参加了大妈举办的婚礼结了婚，草帽团也不会加入到大妈海贼团的麾下，因为这是一场政治联姻，大妈对草帽团根本没有兴趣。这桩婚事是夏洛特家族与文斯莫克家族缔结血缘关系的仪式，和草帽团没有关系。简单来说，这桩婚事一旦成立，山治将不再是草帽团的成员了。什么玩意儿？路飞一听这话，怒发冲冠，将贝克穆斯一把从病床上揪起来，丢在地上。贝克穆斯表示很无奈，这事又不是自己决定的，干嘛要冲我发脾气呢？路飞大吼一声，山治一定会拒绝这个婚事的。贝克穆斯冷笑一声，在文斯莫克家族和大妈海贼团的双重压力下拒绝吗？谁知道呢？如果拒绝的话，估计命也没有了。路飞坐不住了，得知贝克穆斯康复后会立刻回到大妈的地盘，路飞要求贝克穆斯捎上自己一个人潜入大妈的茶话会，把山治的婚礼破坏掉。路飞安排娜美转告其他人，这件事只能自己独自前往，一来人少比较容易潜入，二来如果草帽团全能行动，就有一种去找大妈海贼团约架的意思，很容易会挑起战争。现在可不是和大妈海贼团开战的时候，务必低调行事。贝克穆斯气笑了，你的意思是让我给敌人带路吗？路飞根本不管贝克穆斯同意不同意，贝克穆斯的想法不重要，他只要自己觉得愉快的单方面定下了行程，开始筹备出发。小白几人与猫夫社老大来到这边探望贝克穆斯，猫夫社老大一眼认出了船长路飞，一个野蛮冲撞奔过来，压在路飞的身上表示感谢，差点把路飞和索隆直接送走。猫夫社老大全身飙血，晕了过去。罗带着船员紧随其后赶到，找路飞商量接下来的行动。
顺便将船员引荐给路飞。这是我船上的20个成员。船员们一阵嘘声，难道作为配角就不配拥有性命了吗？路飞告诉罗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安排：山治被大麻团带走了，自己必须去把山治找回来。这样一个变动打乱了罗的所有计划，看来与凯多开战只能向后等一等。不过就怕凯多会主动找上门。本来这个左岛可以暂时藏身一段时间，现在也被凯多的手下搞得一团糟，藏无可藏。猫夫人老大醒了过来，也顾不得战争不战争的，组织大家开启了宴会。路飞只要吃上食物，就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忘记。此时此刻，警卫们和看侍郎正在象腿下面奋力向上攀爬，郁闷了多久就会到达左岛境内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国家是绝对不会欢迎武士的。左岛这个千年古国，因为和之国武士雷藏的原因，差一点被灭国，国民惨遭虐杀。想必毛皮族一定恨死武士了。如果警卫们和看侍郎在这个时候进入国境，势必会引起毛皮族的仇恨和追杀。罗宾、布鲁克、弗兰奇3人守在城门口，决定将奋力向上攀爬的警卫们和看侍郎拦住，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让他们入境。警卫们和看侍郎足足爬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天空刚破晓，二人终于骑着飞虎登上了左岛。看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朝阳，二人感慨颇多。罗宾3人守了一夜，早已睡了过去。警卫们和看侍郎也没忍心叫醒他们，径直走向城门。城门外，负责放哨的猴子看到2个武士，吓得浑身颤抖。警卫们上前打了个招呼：“你好，我等再找一个名叫雷藏的人。”猴子吓得转身奔入城门，边跑边向全国通报：“大事不好，武士来了！”猴子奔进城内，拉响了敌袭之钟。毛皮族听到钟声之后，迅速戒备。犬狼公爵立刻召集火枪队以及据点内所有能行动的毛皮族国民战士，随着他赶去城门口集合。火箭队的西西里安一声令下，毛皮族立刻集结起来，跟在犬狼公爵身后向城门口跑去。本来这个时间应该入睡的猫夫人老大爷也被惊动，率领佩德罗和侠客团也一同赶往城门口。开宴会闹了一晚上的路飞和娜美此时也被嘈杂声惊醒。娜美听到有人喊道来了2个武士，意识到大事不妙，赶快把路飞揪起来，随着人群赶出去看看情况。武士的到来把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毛皮族几乎是全员行动迎击武士。如果警卫们和看侍郎被毛皮族撞见，估计会瞬间被撕碎，情况万分紧急。娜美头上的汗都出来了，现在只能全力赶往城门口，竭尽所能的阻止战争吧。此时的警卫们和看侍郎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得悠哉悠哉地向城内走去，一边走一边愉快地聊天。这么美妙的钟声，不知道寓意为何，大概是为了欢迎我等到来而奏起的迎客之钟吧。2人边走边聊，在丛林中遇到了赶过来迎接他们的桃之助。桃之助自从登岛就感觉十分不安，一直藏在房间里不敢露头。这时听毛皮族大喊武士来了，桃之助知道是警卫们和看侍郎来到了左岛，高兴地跑出来迎接他们。3人有说有笑地走向城镇。武士的来到让毛皮族万分紧张，精神紧紧绷了起来。然而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让人更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多年来的宿敌猫夫人老大与犬蓝公爵在街道上偶然相遇。2人不知道曾经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只要看见彼此的脸，手上的武器就饥渴难耐，手痒的不行，完全可以放下一切国事家事，先干一架再说。毛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带着强烈的敌意走在一起，其他的毛皮族大呼不妙，赶快冲过去阻拦。更不巧的是，警卫们和看侍郎、桃之助3人刚刚走到这里，一看前面聚集一大群人，煞是热闹。3人好奇心顿起，走过去想看看究竟。在混乱的人群中，警卫们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的猫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他怔了一下，感觉这2只动物分外眼熟，刚要上前打个招呼，草帽一伙从另一边及时赶了过来，不由分说，直接将警卫们3人摁在地上，拖进掩体里，在被毛皮族发现之前，将3人藏了起来。猫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针锋相对，互相讥讽几句后，2人的火气越来越大，敌意越来越强。2人同时拔出武器打在一起，一场生死大战眼看就要开始了。警卫们挣脱了乌索普，跳出来大喊一声住手，这一嗓子将在场所有的毛皮族镇住。猫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也停止了纷争，草帽团大呼完蛋。看侍郎和桃之助也站了出来，站在警卫们身边与毛皮族对峙。乌索普等人都要吓尿了，警卫们居然还上前一步自报家门，在下乃和之国光月家的家臣，名为锦卫门，是为了寻找同国的武人雷藏到达此地，敢问他是不是来到这里了？乌索普等人就差跪地痛哭了。警卫们短短一句话把所有的禁词都说了出来，现在只等着毛皮族发飙发动战争了。果然，猫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率领众毛皮族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草帽团的人赶紧跳出来替警卫们2人求情。路飞面色严峻，准备动手。乌索普想凭借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扯几句谎糊弄过去，但是在这种场合中，任何的解释都过于苍白，一场恶战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时让草帽团所有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猫夫人老大和犬蓝公爵突然席地而坐，看着警卫们3人失声痛哭，
犬蓝公爵哆哆嗦嗦地说出一句话：“恭候多时。”接着，毛夫舍老大和犬蓝公爵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说道：“雷藏阁下平安无事。”所有的毛皮族都恭敬地低下头，激动得眼含热泪，却又不敢放声大哭。那么几个人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刚才还是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突然间气氛这么急转而下了。毛皮族与和之国武士到底有什么关系？路飞等人又惊讶又觉得松了一口气，看来战争是不会发生了，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左岛中确实藏着雷藏这个人，左岛上上下下的千万居民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守秘密，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宁可付出灭国的代价，宁可惨遭百兽海贼团的虐杀，没有一人出卖武士雷藏。这种义薄云天的情分让乌索普等人感动到落泪。毛夫舍老大走过来拍了拍乌索普的脑袋，解释道：“毛皮族与和之国的光月一族从很久以前就情同手足，无论遭受怎样的毁灭，他们都绝对不会把同伴出卖给敌人。不仅如此，警卫们身上有着和毛夫舍老大、犬蓝公爵身上一样的光月家徽，而且看起来警卫们与他们是老相识了，关系不是一般的深。”叙旧结束后，毛夫舍老大和犬蓝公爵再次争吵起来，拔出武器准备再战。这时，桃之助站出来，大吼一声：“不要再吵了！你们以前的关系明明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一见面就要吵架厮杀？我不许你们再吵架了！如果是因为父亲的事情，那就更加不准。父亲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难过的。”草帽团再次一头雾水，难道桃之助的父亲不是警卫们？毛夫舍老大和犬蓝公爵听后同时一愣，接着同时跪拜在桃之助面前，万分恭敬。桃之助大人所言极是，在下失态了。此举一出，不只是草帽团，就连毛皮族都震惊了。看来他们对两个国王的身世也一无所知，从来没见过国王对什么人如此恭敬过。警卫们站出来揭开了草帽团的疑惑，原来警卫们和桃之助根本不是父子关系。桃之助是和之国9里的大名，光月御田的儿子。警卫们和看侍郎、犬蓝公爵、毛夫舍老大都是光月家的家臣，如果在旅途中暴露了桃之助的身份，一定会遭来很多敌手。因此，警卫们和桃之助才伪装成父子一路旅行。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警卫们等人对草帽一伙已经十分相信，因此才会当着他们的面将事情全盘说出来。布鲁克感叹道：“虽然警卫们和桃之助不是父子，但是好色这一点倒是挺像的。”桃之助走到路飞面前，犹豫了一下，正色说道：“抱歉，之前一直有所隐瞒，其实在下身份尊贵。”路飞一把捏住桃之助的脸，鄙夷地说道：“谁管你呀，白痴！难道因为你身份尊贵，就要对你态度有所改变吗？”二人说着说着，大打出手。桃之助受了欺负，直接扑进娜美的怀里。警卫们气得大骂。娜美抚摸着桃之助的脑袋，温柔地说：“你爸爸既然是主公，那么你家里一定会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吧？”犬蓝公爵和毛夫舍掌柜看着开开心心和草帽团打成一片的桃之助，彼此对望一下，提出了休战。为了不让桃之助难过，二人应该放下过去的隔阂。左岛的毛皮族居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国王如此交好，都十分惊讶。多亏了光月家，大家才能看到如此美满的情景。国民们举手欢呼，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相主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片欢乐，向左岛上喷出一片水雾，水雾在左岛的上空闪闪发光，形成一道彩虹。毛夫舍老大和犬蓝公爵带着草帽团警卫们等人进入到鲸鱼森林的深处，去往雷藏的藏身之处。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忍者了，路飞和乔巴几个人兴奋的不能自已。夜行衣、忍者面具，还有手里剑、水遁之术，所有这些漫画里才能见到的东西，马上就能亲眼见到了。众人登上鲸鱼尾巴的顶端，打开一个密道，走过长长的台阶。密道的底部传来一阵响声，毛夫舍老大告诉他们，那就是忍者雷藏的声音。忍者就在下面。路飞几个人再也按耐不住，甩开众人，一溜烟的奔向密道下面，边跑边高声呼唤忍者，马上就能见到又帅又厉害的忍者了，太兴奋了。几个人跑到密道底部，结果迎面撞见的是一个脸大身子小、又矮又猥琐的大叔。大叔被铁链绑在柱子上，一边哭一边控诉：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敌人？为什么每个过来送饭的人都带着伤？国内一切安好是真的吗？如果敢欺骗自己，自己必一直记恨着两个国王。路飞等人把雷藏的脸和脑海中想象的忍者对比之后，梦想支离破碎，所有的憧憬都烟消云散了。此时，左岛外面一大群海贼船如同黑云一般，正向左岛席卷而来。百兽海贼团的汉泽杰克明明被报道死亡，但是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率领手下再次进攻左岛。毛皮族已经身心俱疲，不知能否应付来势汹汹的杰克大舰队接下来的猛攻。警卫们和看侍郎桃之助与雷藏是老熟人，雷藏也是光月的家臣之一。老熟人见面，大家都很高兴。路飞这边却一片死寂和绝望。他们虽然不知道忍者是什么样子的，但绝对不是雷欧这副模样，脸好大，腿好短，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警卫们将雷藏的锁链解开，雷藏一起身就看到了路飞等人怨气满满的脸。雷藏大感不爽，这几个小子是谁啊？如此的没有礼节，肆无忌惮地盯着别人看，还一点笑容都没有。路飞充满鄙夷地说：“你真的是忍者吗？”雷藏不爽地吼道：“无礼之徒，你是什么人？”警卫们和看侍郎赶紧打圆场，向雷藏介绍了路飞一伙。雷藏很奇怪，为什么海贼会对忍者这么感兴趣？路飞和乔巴、乌索普三人挤在雷藏面前，吵着让他表演飞手里剑、瀑布下打坐、忍者技能、水遁、火遁。弗兰奇在一边一脸酷酷的表情说道：“与我们是不是海贼没有关系，是男人就会喜欢忍者啊！”雷藏一怔，除了路飞的白痴三人组和弗兰奇，军内一路高冷的罗和索隆也凑了过来，要求雷藏立刻表演忍者技巧影分身，躲在天花板上被长矛刺穿，在竹子上弹跳穿梭，召唤巨大青蛙，立刻表演，就在现在，赶快做！雷藏被吵得头都大了，这群人到底是干嘛的？烦都烦死了！雷藏大吼一声，喝住大家，无情地说道：“你们不要把自己的想象加在别人身上，你们想象中的忍者都是虚幻不存在的。”乌索普绝望的嘲讽：“这些都不会，就你这个体型，凭什么叫忍者啊？”一句话戳中了雷藏的痛处。是啊，自己的这种体型连女忍者都看不上，用你管啊！雷藏态度坚决，忍者是隐藏在黑暗中的人，怎么可能随便向人展示忍术呢？再看路飞这一边，一群人就像是中了佩罗娜的消极精灵，一副死鱼相。雷藏表示很无奈，怪叫一声，然后拿出一枚烟雾弹，砰！雷藏突然消失不见。这一下子，路飞等人来了精神。砰！又一声，雷藏突然又出现在了乌索普的面前。不仅如此，接二连三的响声，周围出现了许多雷藏。这就是高冷罗最爱看的影分身之术了。罗看得头上直冒汗，太过瘾了。路飞伸长手臂，随即抓住一个雷藏，砰的一声，抓在手里的雷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木头。这是忍术的替身术。更让路飞等人大呼惊奇的是，脑袋大、四肢短的雷藏出乎意料的轻盈，身手十分敏捷，在洞内翻上翻下，旋转跳跃不停歇。雷藏从空中跃下，突然从衣服里掏出一把飞镖，用飞镖精准无误地在墙上钉下个忍字。没有桃花运但堪称无敌的忍者物质雷藏在此参上。这下子，索隆和罗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忍者果然如传说中炫酷。路飞这边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除了弗兰奇将军，他们又多了一个崇拜的对象，那就是忍者雷藏了。除了雷藏，这个山洞里还藏着另一个宝贝。鲸鱼森林之所以神圣，不容许杰克这样的人侵入，不单单是因为伙伴雷藏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宝贝，那就是位于雷藏藏身之处的一块红色的历史正文。所谓的历史正文是一种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石碑，一共有2种，共30块。其中26块是记录了世界空白100年的历史，将26块石头里所有的情报连在一起，就是一篇完整的记录着世界政府成立的100年间世界上被人抹去的这段历史。只有将26块石头的内容串起来，才是真正的历史正文。而罗辑已经将完整的历史正文送去了最终之地。除了26块记录世界空白100年历史的石碑之外，另外4块红色的历史正文石碑，则是路标历史正文。这里面记录了传说中的最后岛屿、世界的尽头、海贼王罗杰宝藏所在地拉夫德鲁。眼前这块被毛皮族藏起来的石碑，毫无疑问就是4块路标历史正文的其中一块。娜美通过罗宾的解读，意料之内的绘出了一幅航海图。拉夫德鲁，曹文滩的人一听这几个字，惊得下巴都掉了。这样说来，只要解读了上面的文字，就可以到达海贼王罗杰的宝藏所在地了。我操，海贼王终于要大结局了！全蓝公爵赶紧安抚了激动的要飞起来的路飞，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先别嚷嚷。路标历史正文一共有4块，4块石碑记录着4个特定的位置，只有当4个石碑完全被解读之后，4个地点互相连接的终点才是最终之地拉夫德鲁的位置。路飞听到这些消息后，已经开始坐立不安，心中的激动和热情实在是按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就出发去寻找其余的路标历史正文。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去大妈所在的蛋糕岛找回山治，没有事情比这个还重要。猫夫少老大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其实去往蛋糕岛也未必是坏事。目前4块路标历史正文，只有1块仍然下落不明，另外2块分别被2个海贼所有，一个就是四皇大妈，另一个则是四皇凯多。”乔巴和娜美等人吓得已经开始飙泪了。弗兰奇则微微一笑，抢过来就行了吧。本来以为和四皇开战这件事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现在来看，战争就在眼前了。想要得到路标历史正文，就意味着必须要干掉大妈和凯多。可是打败四皇哪是那么轻巧的事情啊？更何况同时与2个四皇为敌。猫夫少老大明白大家所担心的事情，他站出来支了一个妙招。其实想要得到历史正文，并不一定非要抢夺而来，只要像鱼拓那样把石碑上的内容拓印下来就可以了。这么大个的石碑，就算抢过来也没办法随着船带走吧？
谁愿意到处去争这么大个的一块石头啊？此言一出，乌索普眼前一亮。那么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只要偷偷潜入到大妈和凯多的住处，然后将路标历史正文拓印下来，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走，再悄悄的前往拉夫德鲁。没错，路飞就可以轻松成为海贼王了。路飞听完一脸不爽，乌索普冲上去和路飞打在一起。这么好的办法，你小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路飞大喊，那样子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把他们全部打飞就好了。对比这些，现在罗宾似乎更危险了。不止世界政府想干掉他，那些拥有历史正文拓本的人一定也在打他的主意。世界各地掌握着历史正文拓本的人有很多，但是却无人能够解读。所以罗宾现在可是最为抢手的人。罗宾面色平静，曾经草帽团为了保护他，不惜与世界政府为敌的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重现。罗宾微微一笑。雷藏藏身的山洞里，除了这块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之外，在山洞的墙壁上还有光月一族的家徽。看起来光月一族与世界消失100年的历史有着很大的联系。猫副社掌柜站出来证实了这一猜想。光月一族是世界进行原始采集以及加工的石工一族，至今仍然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800年前，光月一族利用其精湛的技术制造出了不朽书籍，这就是30块历史正文。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光月一族是制造历史正文的工匠，他们一定有解读历史正文的能力。说到这个话题，桃之助惭愧地低下头，因为解读历史正文的方法在桃之助父亲一辈就已经失传了，根本没有来得及传给桃之助。也就是说，光月玉田已经遇难，不在人世了。世界空白的100年历史，刚好就是世界政府成立的时候，所以世界政府有着故意抹去这100年历史的嫌疑。在那之后，世界政府统治了整个世界800年，世界政府严禁解开空白的100年历史真相。这100年间发生的事情，只要解读历史正文就能知晓。曾经在罗宾的故乡考古圣地奥哈拉，学者们想要研究并解开空白的100年历史，结果奥哈拉直接被世界政府彻底清除。很明显，世界政府十分恐惧这段历史被公布于众，竭尽全力地掩盖着这段历史。为什么世界政府要隐瞒空白100年的历史？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到现在也绝口不提。历史正文的内容只有10倍的制造者光月一族以及奥哈拉的学者才能解读，而光月一族解读历史正文的方法在桃之助父亲一辈就已经失传了，奥哈拉也惨遭灭绝，只剩下罗宾一个幸存者。所以罗宾才是世界政府眼中必须杀死的要犯，他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解读历史正文的人。提到桃之助的父亲光月玉田，结尾们等人都痛苦地流下眼泪。他们曾经的主君光月玉田，为了保护全体家臣的性命，被和之国的将军与海贼凯多合伙处刑杀死了。四皇凯多的百兽海贼团现在就在和之国。接着，结尾们又道出了另外一个足以让人惊呆下巴的秘密：桃之助的父亲前任大名光月玉田是海贼王罗杰的船员，曾经与海贼王罗杰一起到达了最终之地拉夫德鲁，并且知晓了世界的秘密。正因为如此，凯多才对光月玉田和他的家臣追杀不止，因为他想要从玉田的嘴里撬出关于拉夫德鲁的情报。路飞看着在一边泣不成声的桃之助，陷入沉思之中。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身上背负着这么多的秘密和痛苦，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承受到现在。罗宾看着桃之助，想到了冥王雷利也和桃之助的父亲一样知晓世界真相，但是雷利却一直绝口不提。他问他很好奇，既然与多方朗明哥有勾结的凯撒一直在抓捕杰维们等人，背后定有凯多指使，难道杰维们他们知晓这段秘密？杰维们擦了擦眼泪，诚恳地说道：在下等人根本不清楚，因为玉田大人从来没打算让在下等人一并背负他的秘密。不过就算杰维们等人不知道拉夫德鲁的秘密，凯多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逃避不是办法，唯有应战才是最终的出路。武士们与凯多的战争无可避免，更何况他们与凯多开战还有另一个原因。杰维们等人能忍气吞声地活到现在，就是为了实现关于玉田临终前的那句遗言：打开和之国的大门，让和之国开国。这是关于和之国的一段黑暗历史。和之国一直是闭国政策，禁止本国事务流出，也禁止外来的事物进入，不加盟世界政府，不接待外人，就连海军军舰都无法进入。除了毛皮族的左岛，和之国没有任何盟友国。现在的和之国完全处在被将军黑炭大蛇和海贼凯多联手控制的局面之中，民不聊生，战乱不断。杰维们等人的目的就是讨伐黑炭大蛇和凯多，打开国门，解除和之国的锁国状态。虽然现在和之国内部也有一小股反抗势力，但是由于势单力薄，在大蛇和凯多联手的大军面前寡不敌众，丝毫没有胜算。为了能够成功讨伐大蛇将军和海贼凯多，杰维们等人特意出海，四处招募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同志。他们的第一站就是与和之国关羽家族交好的左岛，希望能得到毛皮族的支持。犬蓝公爵和猫副社掌柜管理的毛皮族欣然同意。毛皮族与关羽家族自古以来就是要好的兄弟家族，
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共同进退。而且犬蓝公爵与莫夫社掌柜还是光月御田的家臣，所以他们责无旁贷的力挺桃之助。犬蓝公爵突然叹了口气，虽然全族的战士们早就做好了与凯多海贼团开战的准备，不过真正交过手才发现实力的悬殊。几天以前袭击所捣的只不过是凯多的一支军队杰克海贼团，结果差一点就将毛皮族灭绝。如果和凯多海贼团大军硬刚，后果可想而知。不过毛皮族其实还有绝招没有用出来，下一次对决才是毛皮族发挥真正实力的时候。结员们3人俯身下跪，祈求路飞和罗德海贼同盟能够加入和之国的反抗大军，帮助他们讨伐大蛇将军和凯多。草帽团和红心海贼团就是为了拉凯多下马才缔结同盟的，凯多早晚要打，现在还有和之国的武士和强大的毛皮族相助，大家认为路飞一定会同意的。路飞看着哭泣的桃之助，突然说道：“我拒绝。”路飞一句话惊到了所有人，这家伙的脑洞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反正大家都反对的事情，路飞绝对同意；大家都同意的事情，路飞却要反对，好像一个叛逆少年一样，故意和大家唱反调。乌索普等人把路飞摁在地上，好好顿揍。现在不答应就不是男子汉了啊！路飞没理会伙伴们的疑惑和愤怒，甩开大家向桃之助吼道：“你不是这伙人的头头吗？难道你只会哭？”娜美冲上去猛扇了路飞几个巴掌：“你一个大人和一个8岁的孩子较什么劲呀？”桃之助擦了擦眼泪，第一次没有躲进娜美温柔宽广的胸怀里，而是目光坚毅地看着路飞，一步步走了过来。他想起自己和家人们被凯多追杀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的父亲送命的那个夕阳，无边无际的大火之中充满了绝望。凯多如同泰山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你的老爸就是蠢货君主。”那个时候桃之助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反抗。现在不同，只要有了强大的盟友支持，打倒凯多指日可待，机会就在眼前，转眼即逝。桃之助哭着向路飞喊道：“凯多是我的杀父仇人，母亲也是被凯多杀死的。在下想要快点长大，变得更强，打倒凯多，替父母报仇，保护家臣不被凯多伤害。然而现在自己还没有长大，力量不足，所以想要拜托你与我一同战斗。”桃之助哭着跪倒在路飞面前，路飞伸出一只手，微微一笑：“那我们就此结成同盟，凯多的脑袋由我来拿下。”桃之助紧握路飞的手掌，低头痛哭，不住地说道：“感激不尽，感激不尽。”以讨伐凯多为目的的海贼、武士、毛皮族同盟就此达成。犬蓝公爵与猫夫社掌柜重归于好，这对毛皮族来说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的喜事。岛上的居民都知道，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以前是十分要好的挚友，两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海上旅程，之后以濒死的状态回到左岛。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对抗的状态，仿佛是仇敌一样，只要一见面就会大打出手。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儿，没有人知道。旺达看着晴朗天空，感叹道：“路飞一会儿来到左岛后，真是为左岛吹来一阵好风。没想到能看到两位国王重归于好的一天，打败凯多的同盟达成。但是现在还不是去往和之国与凯多开战的时候。路飞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自己一定要先去一趟大马所在的蛋糕岛，带回山治之后，跟他商讨讨伐凯多的对策。在那之前，只能委屈大家忍一忍了。”路飞称赞道：“山治可是十分厉害的人，他回来的话，一个人能抵得上1000个人呢。”索隆在一边嘀咕道：“我一个人抵得上2000人。”大家伙商量好了接下来的行动，一起离开鲸鱼森林，向城镇走去。路上，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又爆出猛料。左岛人人都知道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曾经一起出过海，但是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晓。猫夫社掌柜给出了答案：他们当年以光月御田随从的身份，曾经搭乘过白胡子海贼团的莫比迪克号出海。后来，光月御田被海贼王罗杰挖墙脚挖走了。猫夫社和犬蓝随着光月御田又搭乘了罗杰的海贼船。如果论资排辈的话，当时的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大概和还是见习船员的香克斯、巴基属于同辈。因此，猫夫社掌柜一看到路飞头上的草帽，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红发香克斯的帽子。不过可惜的是，猫夫社和犬蓝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随着御田到达拉夫德鲁。现在想想，还是出海航行的日子快活。一望无际的大海，浮在天空之上的云海，没入海底的岛屿，各种新奇的人和事物，从来没见过的地理风貌，每一天都是新鲜刺激的，每一天过得都心潮澎湃。与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不同的是，现在保守的警卫们等人并没有随着关羽御田一起出海，反而还曾劝过御田不要上海贼的船。由于和之国一直是锁国政策，和之国完全禁止与外界事务交流，所以出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罪。但是关羽御田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一直对本国的闭关法规抱有疑问。某些偶然的机会，白胡子和罗杰都曾到达过和之国，警卫们当时也有幸见过这两个大人物。虽然看起来白胡子和罗杰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像什么卑鄙的歹徒，不过毕竟他们是海贼，关羽御田是堂堂的和之国9里大名，大名上海贼团这种事风评实在不好。
但玉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为任何所谓的规矩和传统限制。比起猫夫人掌柜和犬兰公爵在海上旅程的各种所见所闻，娜美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记录指针的指向问题。娜美的3根记录指针目前还没有存满记录点。本来娜美的想法是跟随记录指针一直走，当3根指针存满记录点的时候，3根指针会指向同一个地方，那里应该就是最终之地拉夫德鲁。但是因为中途他们是通过罗提供的生命卡意外的来到了左岛，又得到了历史正文的情报，娜美担心这样走下去记录指针无法存满就产生误差。犬兰公爵提醒娜美不必多虑，记录指针是不会指错的，他们会因为这漫长的旅途而先一步开启之后的旅途了，走这条路绝对不会错。就这样一直前进就会找到拉夫德鲁。接下来大家要为迎战凯多而做准备了。路飞要去蛋糕岛劫回山治，和之国境内站在警卫们一边的武士们也在不断的召集反抗凯多的人来并肩作战。猫夫人掌柜提出要出海去接一个人，这家伙可是大有来头，有他在足可以以一敌百。路飞好奇地问：谁呀这么厉害？猫夫人掌柜说道：他就是白胡子海团的第1番队队长不死鸟马尔科。说到马尔科，除了与他打过交道的猫夫人掌柜和犬兰公爵之外，其他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耳闻，毕竟那也是新世界的大人物之一了。路飞一头雾水，努力的回忆支离破碎的记忆。马尔科这个名字自己一定在哪里听过吧？乌索普提醒道：你和他见过面的，在2年前马林凡多的顶上战争上。路飞毫无头绪。布鲁克提醒道：是白胡子的心腹啊。乔瓦补充道：是一个十分少见的恶魔果实能力者。路飞还是一头雾水。罗宾飘过去轻声说道：就是长得像波罗的那个。路飞一下子茅塞顿开，脑海中的波罗立刻与一个人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原来是他呀，在顶上战争中夺得救自己性命的那个人。1年多以前，马尔克曾率领白胡子海团的残党与黑胡子海团干了一架，双方包括援军在内人数众多，规模相当庞大。最终战争以马尔科的惨败而告终。黑胡子也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得到了4皇的位置，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马尔科的消息了。路飞一听怒从心起，听慎皮说过自己能够从顶上战争的战场上安然归来，全靠马尔科等人的鼎力相助，没想到他们还是败给了黑胡子。黑胡子那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如此说来，路飞等人的同盟分成了3队，大家分头行动。警卫们等人要先行回到和治国，暗中集结同伴，制定作战计划。猫夫人掌柜带着手下出海寻找马尔科，路飞则前往蛋糕岛接回山治。不过现在的和治国可谓是危机四伏，警卫们等人回去和治国的话，想必会遭到凯多海贼团的追杀。不仅如此，也许连进入和治国都是问题。若主动站出来，提出用潜水艇将警卫们送进和治国，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确保途中的安全。大家商议完毕，将最终的集合地点定在了和治国国内。回到城镇内，毛皮族准备开设宴会，对应几天真是喜事连连。雷藏平安无事，犬兰公爵和猫夫人掌柜重归于好，光月狱卒成功会合，每一件事都值得好好庆祝。雷藏感动大哭，比起自己被藏在山洞中的委屈，毛皮族可是受了更严重的伤害。没想到大家自始至终都在担忧自己的安危。路飞一听又要开宴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脑后。娜美将路飞一把揪了过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开宴会？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去将山治找回来吧。路飞一愣，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去的吗？自己去？没有航海士，你怎么在海上航行？娜美提出来与路飞同行，乔巴和布鲁克也嚷嚷着要一起跟过去。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叫偷偷潜入了，很容易就引起战争。弗兰奇再三嘱咐，破坏了婚礼就赶紧逃走。草帽团再次兵分2队，乌索普、弗兰奇、罗宾、索隆随警卫们赶去和治国，路飞、乔巴、娜美、布鲁克则组成了山治营救小队，与贝克穆斯一起前往蛋糕岛。罗宾拜托路飞，如果看到历史正文，一定要拓印一份下来。路飞一口答应。另一边，杰克率领的百兽海贼团舰队已经突破重重迷雾，找到了左岛。几天之前，杰克为了去营救被海军逮捕起来的多弗朗明哥，暂时放弃了对毛皮族的赶尽杀绝，留下西普斯等人来善后。结果西普斯等人遇到了偶然间来到和治国的山治等人，被山治和布鲁克等人一起赶出了左岛。西普斯回到杰克这里，杰克看到他没有带回来任何有用的情报，也没有将毛皮族全部杀死，气不打一处，暴揍了西普斯一顿后，下令全团进攻左岛。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对手就应该彻底了结掉，防止之后留下祸患。杰克的属下们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反正毛皮族经过上次大战已经都不行了吧，这次只要攻入左岛，一定会轻松将毛皮族团灭的。杰克沉喝一声，不需要攻进去，只要将巨象杀死，就可以轻松灭绝毛皮族了。大炮准备就绪，杰克即刻下令向巨象开炮，瞄准巨象的一只腿猛攻，只要能将巨象的一条腿打折，让巨象倒下，就可以攻击巨象的脑袋，将它打死。巨象受到炮击疼得难忍，一边嚎叫一边晃动身体，整个岛都在剧烈的倾斜，岛上的房屋倒塌，一片混乱，人们奔于逃命，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阵倾斜之后，路飞突然听到一个直中大脑的声音响起来，不只是路飞，桃之助也能听见这个让人头疼欲裂的声音。那个声音说：
路飞和桃之助的头都要炸开了，而其他人却听不见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周围的人十分困惑，完全不知道路飞和桃之助发生了什么事。路飞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响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是那个声音只是单方面的说话，无法和他进行交流。这个声音就连可以和动物对话的乔巴都听不见。这时，跳在树上的佩德罗突然说道：“戈尔迪罗杰和玉田大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他们能听见某个巨大的声音，但是无法与其交谈。相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知道相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们却不得而知，也没有人会冒着被甩下去的风险爬到岛的边缘查看。”这时，头痛的都要炸开的桃之助突然看到了另一个视野，在茫茫的大海上，5只海贼船正飘荡在海面上，为首的正是杰克。是杰克在攻击相主。有5艘看起来很强的海贼船在9点钟方向。大家伙虽然看不见桃之助看见的画面，但相主不寻常的吼叫以及这剧烈的震动，让大家不得不相信桃之助所说的情况。杰克真是命硬，居然没死。不过他来得正好，把之前的仇一起报了。犬蓝公爵和猫夫人掌柜当即下令，所有毛皮族战士整装待发，预备好战舰，准备在海上迎战杰克。毛皮族战士领了命，迅速散去。相主再次剧烈震动，岛上的人被震翻在地，行动困难。路飞和桃之助感受到了更加剧烈的头痛，那个声音从脑海中再次响起。他说：“好难受，如果我倒下了，你们也危险了。”这时，桃之助才猛然发觉，这个直中大脑的声音就是从相主那里发出来的，是相主在向他们求救。相主通过声音告诉桃之助，很久以前他犯下罪过，被命令除了行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巨象也一直遵守着命令。这次巨象忍无可忍，请求下令让他反击，哪怕只有1次就好。杰克海贼团对着巨象的左腿一顿狂轰乱炸，巨象的左腿已经倾斜扭曲，眼看这个庞大的身躯就要倒下，杰克命令手下继续加大火力，猛攻巨象。请允许我反击！桃之助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向警卫们和看守郎求助。路飞在一边吼道：“巨象一定能听见你的声音，你来下令！”桃之助还在犹豫，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路飞大喊：“快下令！巨象会死的，我们都要掉进海里！”桃之助看着路飞坚毅的目光，看着跌落在地的众人，一咬牙大喊一声：“巨象听令，不可以输，不可以倒下，全力击退杰克！”一阵沉寂之后，那声涌入脑海的响声再次响起：“巨象领命！”接着，众人明显感觉到了相主正慢慢的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摆正，整个岛屿不再倾斜，而是趋于平整。巨象站稳了自己的象腿，杰克等人怔住了，很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巨象的一股逼人的气势。巨象慢慢的扭动自己的头颅，扬起大的看不到边际的鼻子，这个姿势杰克再熟悉不过了。那只大象要发动攻击的姿势，这个比杰克的猛犸象要大几百倍的古代巨象一鼻子抽了下来，如同陨石坠落一般。杰克等人根本避无可避，象鼻子卷起来的海浪直接将杰克等人的海贼船击飞。接着，巨象的第2个攻击袭来，这一次直接击中杰克的海贼船，船体被瞬间击得粉碎。嚣张无比的杰克和他的船员一起跌入水中，沉入海底。巨象干掉了杰克，调转象头，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低头缓慢前进。佐岛负责放哨的猴子用望远镜见证了这一幕，赶忙跑回到城镇里汇报。大家听到了猴子的汇报后，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这只千年巨象是有自己意识的，巨象不仅有自我意识，还能和人交谈，攻击力也是惊人的强悍。大家生活在佐岛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岛上终于平静下来，路飞和桃之助脑海中的声音也不见了。因为刚刚的紧张，桃之助耗尽了精力，昏睡过去。大家也松了一口气。杰克是能力者，他掉进海里，意味着已经凉了吧？这样一来，与凯多交战又少了一个劲敌。在距离佐岛遥远的一个岛屿，一个黑暗的牢笼中躺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男子。从穿着来看，毫无疑问，正是罪恶时代的超新星之一基德。而在牢笼外面的，则是一个大胡子壮汉，四皇百兽凯多。凯多接到了自己的情报员罪恶时代超新星之一的阿普的电话。阿普告诉凯多，与杰克的通话突然断开了。凯多本就愤怒的脸更加扭曲。由于杰克海贼船的攻击，巨象的左腿被大炮轰出了巨大的伤口，象主受伤严重，行动变得吃力，而且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草帽团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与毛皮族一起为象主治疗腿伤。罗宾带着一群毛皮族将岛上的床单拿出来，用自己的能力把床单缝合在一起，做成缠绕伤口用的绷带。弗兰基在岛上的船坞里找到了升降绳索，用这个装置可以将船降下左岛，降到海面上给象主进行治疗。索隆等人则负责去砍伐木材，制作吊船。木材很快伐好了，天才改造人船匠弗兰奇几分钟的时间就修复好了船上3艘破损的吊船。乔巴则带着村民们去采摘草药。由于左岛的信息封闭，岛上有很多名贵的草药都没有被毛皮族的医生发觉。乔巴认出这些草药，让村民们把草药采摘回去，用来治疗象主。娜美趁这个时间询问旺达是否有去蛋糕岛的航海图。巧的是，美洲狮佩德罗刚好藏着一幅蛋糕岛的航海图。
虽然很陈旧，但还能使用。不仅有航海图，佩洛德对这一带的航线十分熟悉。如果从左岛前往蛋糕岛，一般航行需要1周以上，时间紧迫。佩洛德与旺达为了报答草帽团的恩情，同时决定随草帽团一起出海，护送他们前往蛋糕岛。吊船做好了，沙包和草药也准备完毕。这时，纳美突然发现天边有一个卷起来的厚厚的云，远远看去就像是龙卷风一样。那是无声超雷暴，是一种无声无息突然出现的巨大积雨云，伴随着猛烈的风暴，就算是路过也会被波及到，从而带来巨大伤害。如果这时候弗兰奇等人降下左岛给相主治疗的话，恐怕情况不容乐观。纳美让路飞赶紧出去，让所有人停下工作，紧急避难。左岛边缘，毛皮族在弗兰奇的指挥下固定好了吊船，启动升降装置，将10多艘吊船降下了左岛，悬挂在象腿受伤处，给相主进行伤口包扎治疗。象腿受伤的地方创伤范围很大，应该会产生十分剧烈的疼痛，但相主不吭不响，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等待乔巴帮忙治疗。乔巴将做好的外伤药刷在伤口处，然后指挥其他人降下吊船进行包扎。这时，一阵飓风吹来，龙卷风一样的卷积云正向着左岛奔腾过来，吊船被吹得四处摇晃，风暴越来越猛烈。这样下去的话，轨道和绳索会由于超负荷工作而支撑不住的，情况十分危险。弗兰奇指挥大家将吊船拉回来，但是风暴太大，大家很难控制吊船的摆向。吊船稍微回出一点，就会被飓风吹得失去方向，向象腿上撞过去。乌索普用马尾草子弹做出一个缓冲屏障，拦下吊船，避免吊船撞击象腿损坏。路飞和娜美、加洛特、旺达乘坐长腿鳄鱼正向左岛岸边疾驰，但很明显是赶不及了。吊船被飓风吹得越摇越猛，突然一个吊船的绳索断开，上面的毛皮族脱离吊船掉向海面。路飞非常及时地赶过去，一手抓住绳索，一只手伸长，将掉落的毛皮族送到旁边的吊船上。这时，吊船上面的轨道突然断裂，所有人都失控坠落。路飞又紧紧地拉住轨道，救了众人一命。就在路飞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罗宾赶到，用自己的能力做成一张巨网，众人攀登巨网，安全回到左岛，避开了风暴。风暴平静了，路飞第一件事就是随着加洛特来到了左岛的粮仓，疯狂地往自己口袋里塞食物，将粮仓洗劫一空，在去往蛋糕岛的路上吃。加洛特对路飞一伙越来越崇拜，从来没有离开过左岛的他，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惊险刺激的海上冒险也多了许多向往。他帮助路飞将食物拿到城门外，看着未来的海面，陷入沉思。大海真好啊，我也想出海看看，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加洛特用香蕉贿赂了看门的放哨猴子，准备偷偷地潜入路飞的海贼船上，随路飞一起出海。陶之助和姐妹们商量，让他暂时留在左岛。他有一事不明白，为什么相主能够和自己对话？对于光月一族的历史，相主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陶之助想留下来，找机会和相主再一次对话，向相主询问光月一族的秘密。另一边，为了防止凯多的人再次袭击左岛，以及处理左岛上的重建工作，犬蓝公爵暂时不会离开这里。反正大家最终都会前往和之国会合。姐妹们将陶之助托付给了犬蓝公爵，他将自己的生命卡分成了4份，分给大家。目前的海贼同盟共分了4路，犬蓝一行人留在左岛，路飞一行人前往蛋糕岛，姐妹们等人回去和之国，猫夫人掌柜则出海寻找马尔科。为了方便互相联络，弗兰奇跑到森林里抓了许多蜗牛回来，制造电话虫分给大家。可怜的贝克穆斯在左岛刚刚发生一系列晃动的时候，根本没有人顾得上他。贝克穆斯的家被地震震毁了，贝克穆斯被压在一片废墟中。好在自己有防御力超高的龟龟果实能力，把自己缩进龟壳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直到现在，岛上也没有人想起还有贝克穆斯这个人存在。如果不是路飞临近出海才想起他来，恐怕贝克穆斯就要饿死在废墟里了。本来路飞是想等贝克穆斯康复后再上路的，但现在时间紧迫，等不了那么久了。路飞将贝克穆斯直接缠在自己的身上，一溜烟的向城门口跑去。贝克穆斯一路惨叫：“我现在可是重伤的伤员，我可真是遇到了最糟糕的救命恩人了。”城镇中，佩德罗向猫夫人老大主动请缨，随路飞等人一起前往蛋糕岛。西西里安为首的3枪手也跑出来，要求与路飞同行。旺达也跳了出来，向猫夫人老大征求机会。他们这样一闹，其他对草帽团崇拜不已的毛皮族纷纷跳出来，要求和路飞等人同行出海。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很多人是为了能在路上啃一啃布鲁克的骨头而主动请缨的。猫夫人老大考虑一阵，大吼一声，镇住了所有人，然后将这个与路飞同行前往蛋糕岛的重大任务交给了佩德罗。按照猫夫人老大的说法，贝克穆斯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人，只有佩德罗能够镇住他，所以佩德罗与路飞等人同行更为合适。
乌索普给娜美打造了一根全新的天后棒，可以通过控制握棒的力道来控制天后棒的长短。此项专利由乌索普发明创造，弗兰奇帮忙打磨抛光，最终成型。乌索普将娜美从香波地群岛拿过来的维萨利亚装置全部装进了新型天后棒中。娜美通过旋转天后棒可以同时召唤出数枚雷云弹，用起来也十分顺手，完全可以将气象国家维萨利亚的科技发挥出来。有了这等装备，此次蛋糕岛之行，娜美胸有成竹。见娜美很高兴，乌索普十分欣慰，掏出随身的笔记本，准备和娜美清算一下材料费。娜美用天后棒用出一招海市蜃楼，溜了。毛皮杜将路飞一行6人送到了城门口，娜美和旺达依依不舍地做了告别。布鲁克疲于应对疯狂的犬类粉丝，惨叫着跑开。索隆来到路飞面前，一想到浩斯合同的那张桃花脸，索隆就十分不屑。他提醒路飞：“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浩斯厨子一脸色相，说不定正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呢。路飞嘿嘿一笑：“去了就知道了。”杰文文等人站在城门口，向路飞挥手告别。我等将在和治国恭候诸位到来。看侍郎举起大毛笔，准备画一些奇怪的生物，带着路飞下象。路飞哈哈大笑：“不用了。”接着路飞用手臂将娜美等人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不等他们反应，路飞抓着几个伙伴直接跳下了象竹。咱们和治国见！一声声惨叫，娜美等人根本来不及挣扎，随着路飞坠入云下，大家都吓哭了。路飞却没心没肺的大笑，这要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船员，估计没死在敌人手里，先死在自己船长路飞手里了。另一边，在遥远的阿拉巴斯坦，公主薇薇安带着可达鸭正准备与父亲一起出海，皇族的船扬帆起航，国民们排在岸边摇旗欢送。与阿拉巴斯坦的王族船并肩同行的是由海军本部少将提纳率领的军舰，意在护送阿拉巴斯坦王族纳菲卢塔利家族前往圣地玛丽乔亚去参加4年1度的世界会议。世界各国都发生了一些骚乱，世界会议对各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聚会。在这个世界顶级峰会上，将会有实际超过50个国王汇聚在一堂，提出和讨论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并决定今后的方针。和路飞一会儿有关系的，除了阿拉巴斯坦，还有西海的花之国、渔人岛龙宫城，还有东海戈亚王国。作为渔人岛的公主白星，这次世界会议是务必要到场的，但是她恐惧外面的世界，还是希望能等路飞回来带她出去。大臣们劝道：“您的父王和3位兄长都会同行的。”白星公主还是很害怕，因为她深知自己的兄长和父皇没什么用，真遇到什么危险都抵不过路飞的一个手指头，实在是很难信任啊。可是这次世界会议对于渔人国来说意义非凡，历时多年的移居申请已经递交到了世界政府，一级王妃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如果白星公主不能参加世界会议，很容易被人类怀疑渔人族的诚意，让人类误认为渔人族不能相信人类，驳回渔人族的移居申请。沙星王子站出来鼓励白星：“为了完成母后的夙愿，我们一起去吧。”白星公主想起路飞对她的鼓励，想起母后的身影，流着眼泪答应下来。遥远的樱花王国死谷国，现任国王多尔顿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振兴成了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国家。多尔顿第一次参加世界会议，乔巴的师傅库雷哈医生决定与他同行。而此谷国前任国王瓦尔波在被路飞等人打飞后，跑去南海兴风作浪，在那里成立了黑死谷王国。不过这小子也是牛逼，虽然黑死谷王国刚刚成立，却也可以拥有参加世界会议的资格，证明黑死谷王国已经被世界政府承认，是一个加盟到世界政府的合法国家。瓦尔波的东山再起之路可谓是一部励志的人生传记。被路飞等人赶出刺骨国后，自己一个人四处流浪，又被海军追捕，后来靠卖火柴摆地摊过活。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制造玩具贩卖，结果玩具出乎意料的受欢迎，瓦尔波的玩具店越做越大，后来做成加工厂，再后来成为了财阀大亨，迎娶白富美，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接下来瓦尔波的目标就是出书写自传，向文化界发展。另一边，路飞星人以蹦极的方式从索岛直接跳到桑尼号上面，除了路飞，其他人都已经被吓得灵魂出窍了，趴在船上动也不动。路飞在一边大喊大叫，突然从船舱里飞去一个身影，路飞对着众人喊道：“你们看人家多有活力！”大家看见了这个人，惊得尖叫出来。加洛特兴奋地四处张望，哇，真的是在大海上，这么重的船居然能浮起来，太神奇了！佩德罗站出来提出反航，必须把加洛特送回左岛。此次行程不是游戏，危险重重，留着一点海外生存经验都没有的加洛特一定会带来麻烦的。加洛特祈求佩德罗允许他出航，哪怕一次也好。佩德罗生气地说道：“我们是去潜入四皇的据点，不是去玩。”加洛特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添麻烦，把自己的背包翻了个底儿朝天，拿出准备好的胡萝卜便当、果汁、换洗衣物，这些东西足够自己用半天呢。毕竟大海那么大，航程应该很远的吧。得知前往大妈所在的蛋糕岛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加洛特惊得跳起来，眺望大海的远方。加洛特心里十分激动，
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遥远的地方，第一次在外面过夜真是太激动了。路飞一边吃加洛特的胡萝卜，一边笑呵呵地说：“反正来都来了，就一起走吧。”加洛特一扭头，突然性情大变，如同野兽一般冲过去咬住路飞的喉咙。娜美赶紧让路飞摸摸加洛特的头。加洛特被摸了头之后，才变回温顺的乖乖女。我操，好险，差一点就被干掉了。路飞惊魂未定，这个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兔子女孩，没想到这么厉害。瞧把眼睛瞪得老大，路飞差点被杀了，好可怕。玩到结束，路飞日常饥饿，山治不在，做饭这项重任不知该由谁扛下来。娜美无奈的叹口气，说只吃胡萝卜的加洛特指望这些大老爷们做饭是不太可能的，还是自己亲自下厨吧，只要每个人付给他5000贝利就可以了。大家一看厨师费用这么高，娜美平日里分给他们的零花钱一下子就没有了，急忙将娜美拦了下来。路飞自告奋勇的跳出来挑起做饭大梁，不就是做饭吗？有什么困难的？估计就和吃饭一样简简单单。路飞跑去做饭，布鲁克带着加洛特在桑尼号上随处参观。负责放哨的佩德罗拿到了这一天的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让佩德罗惊讶的差点喊出来：革命军总部巴尔的哥被毁于一旦，凶手正是黑胡子海贼团。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